Hello， 大家好，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两双鞋，李宁的利刃5代、低帮以及高帮。去年的利刃4，不管是高帮版本还是低帮版本，无疑都是非常成功的产品。而这一次的5代跟以往不同，一上来就把低帮和高帮两个版本全都发了出来，相同的中底配置，几乎相同的重量，同样42码，低帮360克，高帮370克。在外观上看上去，好像除了鞋帮高度不一样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那这两双鞋，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去进行选择？他们俩在实战方面的表现又是否足够优秀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两双鞋在实战方面的表现，也看看这个低帮版本和高帮版本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那老样子，我们还是先来说一下他们的实战基础3要素：抓地、抗扭、稳定性。在这3个方面，他们俩的表现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我们就把它们放到一块儿去聊了，好吧？在大底方面，这一次的利刃5并没有使用 GCU， 也没有使用 ToughOS， 但是整体的抓地表现非常出色，大面积的人字纹加上侧面的树脂水波纹，很好的覆盖了各个方向的抓地，不管往哪个方向移动，球鞋都能很好的抓住地面，并且因为大底的纹路分布也比较合理，即使场地上面有灰尘，它的抓地力也不会出现特别明显的下降，对于场地的要求不算太高。而这一代在大底方面最大的一个提升，其实是它的耐磨性。虽然它并没有使用自家的耐磨橡胶，但是大底的纹路足够粗，也足够深，即使大家想穿它去外场实战，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并且它在有着足够粗、足够深的纹路的同时大底的橡胶硬度也不低，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70左右。这样的大底表现，我挑不出任何问题。抓地出色，耐磨优秀，不管什么场地，它都能够轻松驾驭。在抗扭方面，它的表现比上一代会更加的出色，中底又回归了2代的镂空设计，中足部位的双层 Pebax 板很好的保证了中底的刚性，不管做什么动作，球鞋的整体姿态都能保持得非常不错，几乎不会出现什么明显的形变，即使是职业级别的比赛，它的强度也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这两双鞋在侧向支撑方面的表现也同样都非常棒，不管是低帮还是高帮，两双鞋的鞋面编织方式确实有着一定的区别，但是强度都非常高，不管是在做一些侧向急停还是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鞋面都可以很好的兜住我们的双脚，不管是低帮还是高帮，在支撑抗扭这一方面的表现都非常出色，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至于它们的稳定性，利刃5代这2个版本的外底都使用了这种弧形的造型，但是因为两双鞋的中底重心都不算高，中底的缓震材料也都用硬质材料进行了包围加固。虽然它们的大底面积并不算特别的宽大，但是在实战的过程中，脚底下还是比较放心的，完全不会有不稳定的感觉。并且因为高帮的鞋帮高度会稍微高一些，穿在脚上的感觉会比低帮更有信心一些。如果你有玻璃人的属性，那可能穿高帮在心理层面上会比低帮更加踏实一点。OK， 在基础3要素方面，这两双鞋的表现都非常出色，这就决定了这两双鞋都有着比较高的下限。不管风格化上面处理做得怎么样，这两双鞋都不会太差，起码都可以用来进行实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两双鞋在风格化上面处理做得怎么样，看看这两双鞋在穿着体验方面究竟有什么区别。那在肉眼上看上去它们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它们的鞋面，一个高帮，一个低帮，高帮编织的密度会稍高一些，而低帮的鞋面则会比高帮的稍厚一点点，所以两者在鞋面强度上没有什么明显的差距。至于它们的脚型适配，两双鞋的鞋楦都属于略微偏窄一点点的鞋楦，对于宽脚的兄弟都不是特别的友好。如果你的脚型比较宽，我会更加推荐你去购买上一代的利刃4 V2，而且据说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利刃4 V2 的价格可以做到3开，那还是确实比较香的一个价格了。而利刃5这2个版本，它们的包裹锁定都做得非常棒，窄脚的兄弟去选择它们中的任何一款，也都能得到比较出色的静态包裹以及动态锁定。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或者是侧向急停动作的时候，双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完全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而且它们的鞋面舒适度也都非常高，不会有任何鞋面磨脚或者是弯折点卡脚的问题，整体的舒适度出色，而且
斜角一体性也特别棒。但是李宁的老毛病还是没有改掉，这两双鞋都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前掌内扣现象，甚至会比上一代的利刃4 V2更加的明显一些。如果你的脚踝或者是膝盖不是特别好，或多或少有点伤病，那穿利刃5一定会非常的难受。我在测这两双鞋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就因为它们不同程度的前掌内扣，导致了我左腿膝盖的髌骨发炎了，非常的难受。换上别的鞋子之后，就会有明显的好转。所以啊，如果你有膝盖或者是脚踝方面的伤病，那利刃5你就不要去考虑了，或者说任何有内扣问题的篮球鞋都不要去考虑了，好吧？不过除了这个内扣的问题之外啊，利刃5代在中底的其他方面表现的都非常不错。这一次这两个不同版本的利刃在中底的体验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区别。虽然我看到别人的拆解数据啊，高帮的前掌确实会比低帮的要稍微厚那么一点点，但是在体感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前掌都比较贴地，后掌的缓震也都非常出色。这一次李宁做的最好的一点就是把后掌这一块泵单元的应力释放点放在了它的前侧，跟 AJ34、35一样，不仅能够让球鞋的缓震以及脚感得到提升，还能让后跟的稳定性也得到保证。我180斤的体重，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也完全不会有震脚的感觉，并且在拥有比上一代更为出色缓震表现的同时，它的反应性以及场地感也依旧出色。前掌非常贴地，在发力蹬地的时候，脚底下完全不会有任何泄力的感觉，再加上它丝滑的中底过渡，不管是蓄力起跳还是正常跑动的过程中，它的前掌过渡都十分流畅，不会有明显的断层感。唯一可以挑一点毛病的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可以在后跟外侧稍微做一个小开窗，能让我们在蓄力起跳的时候，当后跟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在这一瞬间的过渡能够变得更加的丝滑，更加的流畅。这一次利刃5的两个版本，不管是低帮还是高帮，它们相比于上一代更加偏向于外线的调教，这一代会更加像是一双传统意义上的团队鞋，不仅能够满足外线球员对于反应性以及场地感的需求，同时也能满足大体重内线球员对于缓震的需求。不管你什么打法，不管你打什么位置，只要脚型合适，只要你不在意内扣，那就可以去选择这一次的利刃5。当然啊，最终你要去购买低帮还是高帮，那全都看你自己的喜好了。低帮和高帮在我体验下来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鞋帮的高度不同罢了。高帮穿着会更加安心一些，低帮则会更加灵巧一些，就看你要的是什么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有点意思，欢迎大家在各大平台搜索亚当球鞋找到我，记得要点击关注哦，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Peace。